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江可文的母亲是个疯批恋爱脑，为了自己能够嫁进豪门，竟偷偷让女儿讨好继子，并为了他们能更多的独处，她带着豪门老公来了一场说走就走旅游，把生病发烧的江可文直接丢在小公寓了。亲妈如此，江可文也只能苦笑了。就在她顶着39度高温，一个人在家里准备订外卖的时候，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江可文踉跄着去开门了。周大哥，怎么是你？他不是在外地出差吗？一定要是做经母亲给周江硕打电话了，让他尴尬地挤出一丝笑。我正好出差回来，江阿姨说你发烧了，我来瞅一眼。周江硕修长的身形处在门口，半点风吹不进来，让江可文紧张地轻咳一声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他之所以拒绝，一是不想麻烦他，再就是不想被男朋友误会。有男朋友这回事，江可文已经跟母亲说了不止一次，可母亲却总是不信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没人能比过周江硕，让他别被人骗了。江可文只是浅浅的一笑，无语到极点了。现在是文明社会，男朋友又对她十分好，哪有骗子会对一个穷女学生费苦心？反正她是不信的。我带的晚饭，拿进去就走。见状，江可文只能请她进屋了，拖着虚弱的身体给周江硕倒一杯水，却因为腿上无力不响地倒在他身旁了，被稳稳地扶在怀里。江阿姨说的没错，你最喜欢嘴硬。周大哥，我是因为发低烧的缘故，刚刚已经喝完药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他嘴角泛着一丝的笑意，却是因为脸色苍白，这个笑比哭都难看。周江硕眉头一紧，还是去别墅住吧，有张姐照顾，江阿姨和我都能放心，不然等江阿姨回来，她该心疼你了。母亲一心只在乎恋爱，哪里会心疼她？但话赶话说到这了，江可文也只能被动地接受，被他拦腰抱着走出了小公寓。在车里，周江硕专注地开车，却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轻声问，你男朋友呢？你生病这么严重，怎么不见他？这个男朋友似乎并没啥鸟用，他正在公司加班，因为工作原因，我们已经半月没见了，所以我没跟他说生病的事。江可文还是想要为男友争辩的，毕竟两人有稳定的感情，就算男友毕业工作后，她也是全身心的相信男友曾经的那份承诺，一定努力工作，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听江阿姨说，她已经工作2年，却时常还是受你资助，这样的男朋友不会太无能吗？她平淡地问。江可文被呛到了，一个劲的咳嗽，忙接过他递过来的矿泉水，却因为一时紧张，错手拉住他的手了。温柔的触感让他指尖如触电一般，吓得猛地弹开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他羞愧地说。周江硕踩一下油门，车子又行驶在马路上了。正在空气有些觉得压抑的时候，他低声来一句，你的手很冰，不如先去医院一趟。哦，江可文木讷地点点头。因为高烧不退，江可文在医院打点滴，而周江硕竟在床边守了他一夜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次生病还真多亏了这个继兄。第2天的凌晨，他醒来时，手竟紧紧攥着周江硕的，慌乱之余，指尖相互摩擦，
让躺椅子上睡着的人猛地睁开眸子，四目对视。江可文再一次羞红脸了，他还是第一次近距离地看着周江硕，一脸的帅气金贵，让他心里紧张的漏跳一拍了。我不是故意握你手的，他尴尬地解释，并在同一时间松开手，却被周江硕再次握在手心里。他眉头一蹙，淡淡地说：“手心温热，看来是退烧了。”他深邃的眸子淡淡地盯着他，很平常的眼神，却让江可文脸颊微烫了，不自觉地被他高颜值给整羞涩，忙收起不该有心思，假装淡定地说：“周大哥，你是不是要上班了？我自己可以回家的。”整个屋里现在都是他身上的淡淡清香，很好闻又让人沉醉，让他很难集中精力。该死，不过是出于礼貌的照顾，他不会就犯花痴了吧？江可文清醒一点，你可是有正经八百男朋友的。还好你提醒，我现在就跟秘书说一声，把这2天的安排都取消。医生说了，你还要打2天吊瓶。说完，周江硕就潇洒地走出病房了。而这时，江可文才想起来给男友打通电话，却是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。本想再打一个的，周江硕已经走进来了，手里提着早饭，还有一杯咖啡。冷清的屋里瞬间变得香气四溢了。趁热吃吧。周江硕将早饭统统递到他面前，而他却只是捧着一杯冰美式，一边处理工作，一边喝着咖啡。见状，江可文一把夺过冰美式，一脸认真地说：“周大哥，大早上的，还是别喝冰咖啡，给你一个包子吃。”说着，将一个小笼包塞他手里了。他低头专心地吃着早饭，并未发觉周江硕嘴角的一抹笑。他以为很平常的举动，却让他有了异样的感觉，很奇怪，又透着一丝的松动。异父异母的兄妹俩就这样和平共处了3天。在医生检查过后，江可文终于等来出院了。她也可以摆脱周江硕，去看一眼男朋友了。只可惜的是，江可文没高兴5分钟，就被他的话惊到。刚才江阿姨打来电话，说你正在找实习单位，她特意嘱咐我，给你工作和生活的全方位照顾，所以我们恐怕还要住一起。好吧。江可文为了不受母亲的夺命连环催，只能勉强接受了。好在别墅里还有保姆在，也不算是独处。别墅里，江可文从医院出院，就被周江硕带回别墅，把他交给张姐后，他人就连着消失了1周。本以为会有不方便的地方，现在看来，江可文觉得越住越舒心了。不仅有可口的3餐，还有张姐陪着，再不用担心打雷的夜里一个人睡了。这是燕窝，赶紧喝了。张姐挨他坐下来，递过来一碗刚炖好的燕窝。她还是第一次见周先生如此在意一个女生，并将人带回别墅来。看来凉薄的周江硕终于动凡心了。张姐，你对我真好，爱死你了。江可文先是抱一下张姐，才享受地喝着碗里的燕窝，甜丝丝的很舒服的感觉。你想错了，是周先生关心你。他虽然在外地出差，每天都电话遥控我，让我一定照顾好你的身体，若再生病了，拿我试问。被张姐这么一说，江可文脸颊微红发烫了，忙借故要去厨房放碗，火急火燎溜了。门铃响起，张姐去开门，来人竟是一个明艳动人的女人，打量一番江可文，才笑着打招呼：
你就是江可文吧？我是江硕的女朋友，李雨宁。你好。江可文拘谨地打招呼。在听到他说女朋友3个字，嘴角的笑暗淡了几分。母亲这恋爱脑真是没救了，也不搞清楚人家早有女朋友，就在这自作主张的牵红线。还好自己也没有那意思，不然就出糗大发了。李小姐，这是周先生让我给你拿的东西。张姐将一个装文件的袋子递给她了。张姐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小礼物，看看喜欢吗？张姐打开看一眼，就再次扣上盒子，原封不动地还给李雨宁了。周先生说了，不让我收贵重的礼物，不好意思啊，李小姐。镶钻石的耳钉，她哪里佩戴呀？更何况无功不受禄，张姐就觉得这首饰盒子烫手了。那好吧，江可文，方便出去走走吗？好吧。张姐一把拉住她小手，早去早回，我已经快做好点心了。江可文点点头，跟着李雨宁走到院子里了。李小姐，有话就说吧。江可文眼见要走出院子了，低声说。李雨宁迎上她的美眸，笑着开口，你是江硕的妹妹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好啊。江可文一直都是热心肠。这个送你。李雨宁从名牌包里拿出一个玉镯子，通体碧绿，一看就是高货。江可文想要推脱，却被他直接给戴手腕上了，还一脸笑盈盈地说，真好看，果然很配你。文文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江可文拘谨地点点头。文文，我喜欢江硕，你能帮我追他吗？可是周大哥不喜欢别人插手他的事，他为难的脸色一紧。李雨宁亲昵地握住他的手，一脸期待的眼神。文文，只要我给你发信息，你能回就行，不需要你太为难。倘若我跟江硕在一起了，我一定会好好谢你的，拜托了，文文。好吧。江可文跟李雨宁聊完后，就去见男朋友陈浩俊。两人没聊几句，他就一脸无奈地叹口气。有事你就说，唉声叹气干嘛？江可文说着，递给他一个橘子，却被男友握紧了小手，一脸深情地望着他。文文，我的顶头上司刚生了小孩，我想去给他送些东西，只是手头太紧，你能不能再借我1万？说话间，他竟看到他手腕上的镯子，心里就打起了小心思。我手里只有3000，都给你吧。江可文把钱转给他了，却见陈浩俊并不开心，他只能低声解释，我刚交完学费，手里就只有这么多了，要不我问我妈要点，就是要晚给你几天。谁料陈浩俊竟抚摸着玉镯子，一脸淡漠地说，那多麻烦，而且我明天就要去领导家了，要不你把玉镯子给我，就全当我送领导夫人礼物了。文文，我不是故意问你要东西，这不是都为了咱俩的未来做努力，你会支持我的对吧？这个真不行，我还要还给别人呢。陈浩俊，不如你问家里要这个钱，叔叔阿姨会理解我们的。第一次的拒绝让陈浩俊脸色一变，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了。别墅里3楼的卧室，周江硕从外面回来，就被张姐拉到厨房里，跟他小声地说，今下午回来就不高兴，可能是跟男朋友吵架了，这个草莓小蛋糕一定能让他开心起来。说完，张姐将做好的蛋糕递给了周江硕，那我去瞅一眼。迫于无奈，他只能端着盘子去敲卧室门了。
不得不说，想撮合他俩的人，除了恋爱脑的江阿姨，就是爱八卦的张姐了。周大哥，你回来了。江可文把这门，一脸惊讶地说，见他手里的草莓蛋糕，一天没吃饭的肚子，终于想起来抗议了。我能进去吗？他让开一条道，周江硕端着蛋糕走进卧室，扫一眼凌乱的屋里，慢条斯理地问，你哭过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周大哥，这个给你，麻烦帮我还给李小姐。忙可以帮，但礼物他绝对不能收。其实李宇宁送他这个礼物还有另一个目的，就是让他别惦记周江硕。江可文因为不喜欢心思重的女人，所以并不打算跟他深交。这个我收下，还有别的事呢。周江硕坐在一旁的沙发里，这是打算盘问到底了。江可文犹豫半天，才悠悠地说，周大哥，我能借你7000块钱吗？急用。这个卡给你，但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周江硕给他的是一张黑卡，无限额，足见有诚意了。我男朋友要去走动一下，但现在钱并不够，所以我想帮他凑齐。周大哥，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没出息，你就骂我吧。江可文羞愧地低下头了。他还经常说母亲是恋爱脑，但现在看来，自己好像更卑微。母亲一心恋爱，却是已经嫁入豪门，哪里像她一样，还在倒贴男友的路上越走越远。江可文，我是该骂你，与其找人借钱，不如自己强大起来。这样吧，从明天开始起，你就跟我去公司实习，有了收入后，你俩的日子就富裕许多，你说呢？周江硕分析得头头是道，江可文眼里终于有喜色了，也就痛快答应下来。那你抓紧吃点东西，我去收拾一下自己。正在他走到门口时，猛地停住脚步，江可文冷不丁的就在他怀里了。两人不经意的亲密接触，让他吓得忙弹开，一脸尴尬的笑笑。周大哥，你还有事？周江硕也被整得耳廓微红。李宇宁不是我女朋友。不知为何，他就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，不然该误以为他是情场浪子了。他笑着点点头。回到卧室，江可文给男友打电话，直接没人接。他又给他发消息，说是把钱凑到了，结果一秒秒回，还解释说刚才在洗手间，所以不方便接电话。钱呢？陈浩俊3句话不离钱的事。见状，江可文心里瞬间变凉了。难道于他而言，自己就是提款机吗？但还是给他转了7000块，之后再回的信息就又石沉大海了。躺在柔软的大床上，他不禁叹口气，看来真如周江硕形容的一般，陈浩俊确实有些无用。位于市中心的商业大厦，江可文没有想到周家的公司竟如此的有实力，看来他妈真是嫁对人了。而他也在一瞬间的开始考虑，自己的男朋友是否真的在爱他。做我的专属秘书，没问题吧？周江硕低声问。他笑着点头，不过是最简单的办公软件，应该很好上手。然而他口中的没问题，是指随时出差，两人是想两茬了。既然没问题，那我中晚餐由你负责，也可以应付吧。他翘着二郎腿，手里端一杯咖啡，一脸淡漠地朝他一笑。周江硕是个冷清寡淡的人，突然的笑起来，竟让江可文脸颊不自在地红了。从总裁办公室出来时，他紧张的后背都湿透，
看来不威而怒的人真的存在。刚应付完早上时间，江可文就开始犯愁午饭了。林司机，周总吃饭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？他趁休息的时间就来跟林司机请教了，多学多问才不会出错嘛。林司机嘴角一扬，只要避免香菜，其他的都好说。江小姐，要订午饭还是回家取？我给张姐打个电话，再告诉你吧。你对周总真贴心。林司机一脸赞叹地说：好都是相互的，难怪周总在外面出差都是能赶则赶，原来恋爱的男人才是最顾家的。不禁开始幻想他们俩的 CP 了，他照顾我更多一些。江可文脸红的慌忙解释，但在林司机面前却是被猜中小女人的娇羞。茶水间里，几个女同事正在窃窃私语起来。听说了吧，江秘书可是老板的情人，现在看来李小姐有危机了。一个女同事在刚才女人耳边笑着说，不仅如此，我还听他们说江秘书是有男朋友的，咱们老板属于小三上位，你说他哪里优秀了，值得老板这么自降身份？我估摸着他一定某一方面十分出挑。几句话聊完，他们就笑作一团了。果然女人聊天的大胆程度，连男人都望而却步了。嗨嗨，见江可文走过来，一个女人忙咳嗽起来，即便如此，她也把刚才的话都尽收耳中了。见他们都识趣溜走了，江可文也只能闷闷叹口气，没再计较，但心里总归是介意的。直到吃午饭的时候，他依旧一副心事重重的神色。有心事？周江硕关心地问。江可文鼓足勇气地说，周总，公司这几天都在传我们是不正当的关系，我想跟你说一声，这些传言不是我说的。我知道，是我故意让林司机说的，我们关系不浅，但没想会被传得乱七八糟。本想让旁人不敢欺负你，没成想越发让你为难了。文文，你相信清者自清的对吧？周江硕看一眼碗里的香菜，眉头一蹙了，但因为是他给自己盛的米饭，只能皱眉头的一口一口吃起来。对不起，那碗是我的。江可文一脸愧疚地说。可我吃过了，他为难地说。这相当于间接接吻了吧？手停在那里，竟不知该不该还给他了。江可文可没想那么多，没事，我爱吃香菜。见他薄唇微微上扬，他冷不丁反应过来，忙尴尬地解释，我是真的爱吃，在家的时候，我妈经常给我包香菜水饺吃。周江硕爽快地跟他换过来了，看着某人吃饭头低到碗里了，薄唇微张地说，慢点吃，小心噎到。对了，江阿姨刚才打电话来了，问我们相处的如何。我妈竟是瞎操心，周大哥，你别啥事都随她心意，时间久了，她也就不会总想支配你了。时间仿佛静止了，江可文见他眼神灼灼地盯着自己，脸蛋突然就红了，刚想低垂下头收拾盒饭，就听他低声地说，也不全是听江阿姨的话，我也有自己的想法。他突听这话，又慌的一批了。这个意思是他在暗暗喜欢自己吗？江可文整个人都顿在原地了。他是有男朋友的人，不该有胡思乱想的心思，忙想要清醒的摇摇头，这举动就逗乐一旁的周江硕了。一会儿李宇宁回来，你一起旁听。啊？两个人聊私密事，他在多不合适啊。
江可文一脸的抗拒。谁料周江硕却一脸淡漠地说，就是单纯的聊工作，早告诉过你，我跟他只是工作伙伴关系。文文，你表情如此凝重，不会是……他恰到好处地欲言又止了。即便如此，他也被撩拨得脸红耳热了。周总，我出去做事了。不等他开口，江可文已经逃之夭夭了。见他羞涩开爱的样子，周江硕嘴角的笑更浓了。难怪江阿姨总是碎碎念，她的女儿果然有种与众不同的魅力。深夜酒吧，江可文赶过去的时候，正巧看到周江硕跟李宇宁在起争执，便停在一旁的角落了。你宁愿喜欢自己妹妹，也不要接受我吗？李宇宁冷声地质问。周江硕眉头一紧的脸色暗沉了。我喜欢谁是自己的自由，而且我对江可文只是出于关心，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还有要提醒你一句，别想着再利用她。说起来，她已经是周家的女儿，我不过是跟她做朋友，你就这么担忧？周江硕，看来你是动真心了。李宇宁气鼓鼓的给他们俩倒满酒，才端起一杯红酒，冷冷地说：周江硕，我喜欢你整整8年，难道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？他冷漠地盯着他，没吱声，很显然并不想踏出这一步。爱与不爱，那是心里的想法，不是他能左右的。那好，既然如此狠心，你喝了这3杯酒，我就彻底对你死心。我替他喝。江可文眼见他已经喝多，自告奋勇地走上前来，却被周江硕给拽到身旁坐下来。他歪头笑着说：你看我喝吧。他一股脑地把3杯红酒都喝光了，俊逸的脸颊变得更红，但深邃的眼神却十分清醒。这才哪到哪，他喝红酒可是能一直喝。文文，帮我照顾好他。李宇宁在他耳边低喃一句，才拿包匆匆离开了。即便是再无机会了，他也绝不能让江可文轻易的就得到了。为什么要替我喝酒？周江硕一脸醉意的朝他问。我是你的秘书，你要是喝出问题，我是有责任的。周大哥，你跟李小姐是吵架了吗？他虽然站得不远，却只能隐约听到只字片语，所以并不清楚他们到底聊的什么内容。他要跟我商业联姻，被我拒绝了。他简单的解释。周江硕假装喝醉的把头仰向了沙发靠背，余光瞥一眼身旁的人儿，在昏暗灯光的映衬下，江可文白皙的脸蛋竟更为透亮了，朱唇不点而红，皱眉紧张的神色透着丝丝的暖意，让他一颗心都被捂热了。江阿姨说的对，要想有爱情，一靠运气，二靠死缠烂打，没啥爱情不是靠努力得来的。他随口地哦了一声，毕竟是私事，江可文不好多插嘴的。你跟你男朋友最近交往的怎么样？周江硕突然的随口问。他嚷着要我搬过去同居，但被我拒绝了。江可文已经渐渐看清一些，男朋友陈浩俊对她的爱是存在附加因素的，如果他给的钱多一些，她就会殷勤几天；若是相反，陈浩俊就会突然人间蒸发。如果这算是爱的话，那江可文宁愿不要。在他看来，陈浩俊就是十足的势力，这还没有让他知道自己已经跟着母亲嫁进豪门，不是故意瞒着，只是单纯的不想告诉他。爱情是简单的，如果掺杂金钱，就只能变味了。文文，你跟他交往是单方面的付出，
你有想过告诉他，你已经是豪门的千金了吗？周江硕觉得，如果讲出来，他或许能对江可文更上心一点。不想说，怕被惦记和算计吗？他笑着问。江可文摇摇头。周大哥，我就是一个穷丫头，他能惦记我什么？不瞒你说，我已经越来越发现自己与他挺不合适的了，但想到两人已经2年的感情了，心里有些舍不得。言外之意是觉得两人存在问题了。你男朋友就是挣得太少，不如我帮他一把，给他开家小公司。周江硕大方地提议。周大哥，真的不用了。江可文忙推拒了。但听他这么说，他心里是感动的。一个继兄能够这么帮衬自己和男朋友，他理应知足的。在车里，周江硕因为喝醉了，坐上车后就有些头晕起来，没行驶多久，他就闭眼假寐了。而一旁的江可文也长吁一口气，望向了窗外，看着一路的景致，竟有了岁月静好的感悟。谢谢，你能来接我？他微睁眼眸地说。原来他刚才不过是装睡，现在看他盯着自己，竟猛地睁开眼。江可文偷瞄他被抓正着，脸颊瞬间就红了，如红苹果一般，十分的可爱。周大哥，我是你的秘书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周江硕猛然靠近，用修长的手指划过他脸颊，一脸低沉地问，除了秘书，你还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兄妹，他老实地回答。他邪魅一笑地摇摇头，异父异母的兄妹，算是哪门子兄妹？文文，你不会以为我对你这么照顾，仅仅是因为你是我妹妹。是我妈麻烦你的，不然你也不会操这闲心。被抵在后座的靠背上，江可文已经觉得空气都稀薄了，紧张的嘴唇紧抿着，一副受惊的小白兔的样子。我是挺忙的，所以你要如何报答我？他用指尖挑高他的下巴，故意更凑近着他，近在咫尺的两人，双唇间只有1公分的距离了。我会好好工作，还有其他的呢。江可文被他抵在后面，心砰砰跳得飞快，就在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，车子稳稳地停在路边了。这是你的小公寓。他望一眼窗外，狐疑地说。天变冷了，我想来拿几件厚衣服。周大哥，你在车里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说着，他就着急地下车了，却在路灯下看到了陈浩俊。你怎么了？看他脸颊乌青，江可文关心地问。不小心撞门上了。文文，我都亲自来接你了，不如今晚跟我回家，好吗？陈浩俊刚被上司的丈夫打一顿，现在只想从他这里寻求一些安慰和温暖。他竟大胆到去女上司的家里跟他私会，被提前出差回来的丈夫发现，抓奸在床的情况下，被打被骂，这还是轻饶他了。你说的这事，我妈不让。话音刚落，陈浩俊就指着身后的男人，厉声地问，是因为他吧？我是他哥。周江硕很客气地自我介绍，但却被陈浩俊一把给扯一旁了，眼神凶悍地盯着他，冷冷地说，哥哥？哪个哥哥把手发放你肩上？江可文，你一直不跟我睡在一起，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小白脸？陈浩俊显然已经喝多了，说的话也是脏心眼子，根本不够后果了。陈浩俊，你喝醉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周江硕一脸淡漠地跟他说。相较之下，陈浩俊像个地痞流氓，
而周江硕十分的稳重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江可文几步走到他们中间，一脸淡定地看着陈浩俊，低声说：“他真的是我哥，你要是不信，那我也没办法。”陈浩俊，你大晚上来堵我家门，不会只为了跟我吵架吧？他不客气地反问。文文，我都伤成这样了，你就跟我走呗。江可文直接甩开他的手，扫一眼他领口的口红印子，有些绝望的眼神暗淡了。陈浩俊，等你冷静了，我们再好好谈一下，但是现在你还是先走吧。要我走可以，你给我钱，我要去买酒喝。不能美人在怀，那就拿钱了事，否则他赖定他们了。这些够了吧？周江硕皱眉的将一叠现金扔给他，只希望他能快点消失。文文，那我们改天再见。陈浩俊收起钱，想要和他抱一下，却被无情地躲开了，但他也不恼，反倒笑呵呵的。文文，那我走了。在陈浩俊这里，钱真是个好东西，能让他瞬间变得情绪稳定了，甚至于忘了来这的目的。周大哥，这钱我会还给你的。他一脸愧疚地说。周江硕温柔轻拍他的肩膀，安抚地哄他：咱周家最不缺的就是钱，只要你能开心，花再多钱都无所谓。文文，这次我算是看到了，那个陈浩俊真不地道，如果可以，你是该防着他一点了。时至今日，他才说了陈浩俊一句不好，也算是够意思了。我也这么想。江可文有些失望地叹口气：吃颗糖吧。见他情绪低落，周江硕递给他一块巧克力。谢谢。江可文挤出一丝笑，接过了巧克力。他绝望的不是分手，而是自己的眼瞎，竟用2年的青春跟一个势利眼男人谈恋爱，活活浪费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，想想就觉得委屈。不一会儿，江可文竟眼泪婆娑了。周江硕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了，江可文猛然的回头，让他们不经意的双唇微碰，火辣的触感让2人都脸颊微红了，这莫不是心动的感觉？我要回屋睡觉了。说完，江可文就撒丫子溜了。周江硕愣愣地站在原地，望着他消失的背影，竟舍不得收回视线。原来早在不知何时，他就已经喜欢上了江可文，只是他太过保守木讷，又有陈浩俊夹在其中，他不敢放手去追罢了。某日，酒吧里，周江硕开车稳稳停在路边，瞥一眼副驾驶的江可文，犹豫良久，才低声地说：文文，你真要跟我进去吗？陈浩俊喝多了，就跟你讹钱，我必须跟他说清楚。好吧。周江硕锁好车门，不经意牵住他的小手，2人一前一后走进了本市最奢华的酒吧。江可文扫眼望去，就见陈浩俊左搂右抱的，还不忘亲一口身旁的女孩，身处万花丛中，已经迷失自我了。他第一次发现陈浩俊竟然有如此奢靡的一面。陈浩俊，他出声打断他们的亲昵。陈浩俊见是他来了，将一旁的女孩往外推一点，才笑呵呵地迎上了他。尤其是看到周江硕，更是双眼放光，这不是他的财神爷来了。我们分手吧。江可文终于说出口了。一段感情若是只剩失望，那就只能分手了。分手可以，给我100万，我祝福你们白头到老，不然你休想甩掉我。陈浩俊从不做赔本买卖，
现在他已经失业，再失去女朋友，那就必须有所补偿，不然谁舍得如花似玉的姑娘拱手送人？周大哥，我们走。江可文主动拉着他的手，两人正欲离开包间，却被陈浩俊用手拦住了。想走可以，要么给钱，要么留人。见他脸色难看，陈浩俊缓和地又说一句：文文，我们都好2年了，我也不舍得跟你分手，你要是答应跟我继续交往，我们这个月就领证结婚。曾经稳定的生活是江可文的向往，现在看着他无理取闹的样子，他只想离他越远越好。只见江可文踮起脚尖，在周江硕薄唇轻印上一吻，然后看向一旁的陈浩俊：看到了吧，我跟周大哥已经在交往了，所以你只能空欢喜一场了。陈浩俊听了，心里的火瞬间提到嗓子眼，恶狠狠地瞪着他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周江硕抬手打倒在地。文文是我的女人，你要是敢再纠缠她，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。周江硕挽着他的纤腰，两人亲昵地走出酒吧了。而被打倒在地的陈浩俊倒在一旁，气急败坏地望着渐渐失去的身影，只能干生气了，因为他才打听到一个重要消息：周江硕身价10几个亿，是他这辈子招惹不起的男人。本想着狠捞一笔，没想到他竟弄巧成拙了，现在只有哭的份了。谢谢你了，周大哥。江可文从他怀里挣脱出来，一脸的感激。文文，你自己都承认是我女朋友了，做这点事我心甘情愿。他指刚才接吻的事，我那是故意气陈浩俊的。他急着解释。周江硕挤出一丝苦笑地望着他，我已经当真了。见他一脸错愕，他打破僵持的笑着又说：没事，你可以慢慢考虑，我一直都在原地等你。这是在跟他暗示他喜欢他这个事实。为了能让江可文想清楚，周江硕特意搬出了别墅，去到郊区的一所房子，自给自足，倒也乐得自在。周大哥，我要是一时半会想不清楚，你是不是一直不回家了？他终于鼓足勇气发了一条信息，心里忐忑不安。看一眼他发来的短信，周江硕苦涩的一笑，说句实话，没人比他更想回到别墅，只是必要的距离感，或许能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。但很显然，江可文在感情里是很迟钝的。我只取决于你。江可文看着回复，脸颊瞬间红到发烫了，忙丢掉手机，将整个身子都没进被子里，一阵的无端燥热，让他心里整个乱哄哄的。跟自己哥哥谈恋爱，他总觉得心里有道过不去的坎，但严格意义上说，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，就连母亲也说想要他们亲上加亲，也省得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但真遇到正事的时候，江可文却秒怂了。不知不觉又过去半月了。江可文最近听着一些传言，说是周江硕被李宇宁攻破，两人现在好得很，大有如胶似漆的感觉。初听时还能无视，渐渐就变得郁闷了。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他打算去洗个泡泡浴，谁料竟收到一条微信信息，打开一看，竟是周江硕发来的一张照片。见他脸色凝重，他着急忙慌地穿一件外套跑出门外了。郊区的老房子，江可文推开门，就将被压在身下的周江硕护在身后，冷眼望着李宇宁：李小姐，你总这么纠缠周大哥，他也不可能喜欢你，
彼此体面的放手，不好吗？只要没你，他早晚会喜欢我。不过现在他那方面有病，我倒是懒得要了。既然你这么想要，那就便宜你了。李宇宁撂下一句话，拾起地上的外套，同情地朝他们笑笑，转身离开了。有病？不会是男人那方面的问题吧？江可文见他脸色通红，以为是气大了，安抚地抱住了他。周大哥，即便你那方面有病，我也不会嫌弃你，最多我陪你全世界的治病，万一看不好，我可以陪你一辈子。周江硕压住心里的躁火，眼神灼灼地盯着他，一字一顿地问：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可以发誓。他刚想举手发誓，就被他攥住了小手，深邃的眼睛看他的眼神更深不可测了。文文，无论何事，你都愿意帮我吗？说完，他在小巧的耳边低低地说一句，就惹得他脸红心跳加速了。做他的女朋友，一辈子的那种，江可文这会儿除了羞涩，更多的是心甘情愿了。他羞红脸的点点头。周江硕在他粉唇啄一口，才一脸隐忍地说：那你先出去，我要给自己泡个冰水澡。一个爱你的人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宁愿他被折磨得体无完肤，忍耐下一切，都不舍得伤害你丝毫。周江硕便是如此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帮你。他说到最后几乎没声音了，可见有多害羞了。真的，他等这一天已经等太久了。江可文先是抱住窄腰，才将头靠在他胸口，柔声地说：作为你的女朋友，我愿意帮你。周江硕在他粉唇狠狠地啄一口，才拦腰将他抱起，径直走进了卧室。本是一场意外，却意外地成全了他们，只能说一切都来得刚刚好。全剧中，